大家好，欢迎回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则对整个中文区 Pi Network 社区来说都相当重磅的消息。最近官方在迁移方面明显提速了，尤其是针对中文区的先锋，很多人已经收到了实打实的好消息。如果你还在焦急等待，或者在担心自己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轮到，那这期内容一定要完整看完，因为这里会给大家详细讲清楚迁移的现状、背后的逻辑、潜在的风险提醒，以及 PiCoin 在整个加密货币生态格局里的位置。首先，大家最关心的自然是迁移进度。根据链上数据显示，仅仅在昨天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有超过5000万枚 PiCoin 成功映射到账。这一批到账的先锋，大多都是早期加入的中大户账户，尤其是2019年就入场的老先锋，不少人终于等来了属于自己的迁移机会。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信号？因为它代表官方正在逐步加大对中文区的迁移释放力度。过去大家都觉得迁移速度偏慢，好像遥遥无期，但现在随着技术升级和批次开放，整个进程正在明显加快。更重要的是，一旦主网升级到恒星协议 V23 版本，处理速度会进一步提升，到时候迁移会进入真正的高峰期。换句话说，大家需要的不是焦急，而是耐心等待，轮到你只是时间问题。为什么优先映射 100% 锁仓账户？在这次迁移的细节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点，官方这次优先选择了 100% 锁仓的先锋账户来完成映射。很多人一开始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不是先普遍性的推进，而是优先锁仓账户？原因其实很简单，我们都知道，目前派还没有全面进入开放交易阶段，如果贸然让完全自由的账户大规模迁移，部分用户可能会忍不住将手里的派抛售，一旦集中涌入交易所，就会对价格和市场信心带来冲击。相反，那些 100% 锁仓账户，即使迁移成功，也无法立刻抛售，他们的资产依然会被保留在生态内部。这样一来，既能加快迁移的整体步伐，又能避免短期的市场混乱。从这个角度来看，团队的选择其实是非常谨慎和理性的。对于没有完全锁仓的先锋来说，现在派的价格还处在比较低迷的区间，如果急于在此时兑现，反而可能是贱卖自己的筹码。长远来看，耐心等待迁移批次完成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官方提醒：警惕诈骗，保护资产安全。在迁移提速的同时，诈骗问题也开始变得更为严重。最近社区主管再三强调，先锋们必须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我在这里帮大家梳理一下常见的骗局手法，避免有人中招。P2P 私下交易骗局。目前任何在线下进行的 PiCoin 交易，基本都可以判定为骗局。那些号称可以帮你换现金的，都是奔着你的资产而来。钱包解锁或验证骗局，有人会冒充客服，让你输入助记词或密码，说是为了解锁钱包。记住，任何正规流程都不会要求你把助记词告诉别人，一旦泄露，派就再也拿不回来了。VIP 或高级 KYC 骗局，这类骗局常见于一些虚假平台，声称付费就能快速完成 KYC。事实上，派官方从来没有所谓的付费 KYC 通道，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拉黑。免费赠送派的谎言，这也是老套的骗局，没有人会白送你派，他们想要的只是你的钱包信息。聊天室冒充客服骗局，骗子会在 Telegram 或其他社群里冒充官方人员，用帮助解锁钱包迁移指导为名，骗取你的资料。请务必通过官方 App 或公告确认消息，千万不要轻信陌生人。一句话总结：永远不要泄露助记词，永远只通过官方渠道操作，这是守护资产的黄金铁律。派与比特币、以太坊的差异对比。接下来，我们把视角放宽一点，看看 PiCoin 在整个加密货币生态里扮演的角色。很多人喜欢把 Pi 拿来和比特币、以太坊做比较，
这三者确实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差异同样巨大。一、采矿机制的不同。比特币基于工作量证明 POW 需要昂贵的矿机和巨大的电力消耗，普通人想参与门槛极高。以太坊最初也是 POW， 现在逐步转向权益证明 POS， 节能一些，但依然对普通用户不算友好。Picoin 突破性的采用移动端挖矿，用户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参与，这是加密货币民主化的一次尝试。二、共识协议的不同。比特币 POW 安全性高，但速度慢，成本高。以太坊 POS 效率更高，但仍面临 gas 费贵、速度有限的问题。Picoin 采用恒星共识协议 SCP， 依靠信任机制，更轻量化，更适合大规模用户参与。三、用户参与成本。比特币硬件、电费成本过高，基本排除了大多数普通人。以太坊稍好一些，但交易费用依旧昂贵。Picoin 零门槛，只需要手机和网络即可。正因如此，短短几年间 Pi 就积累了数千万用户。四、可扩展性与生态发展。比特币安全性强，但缺乏生态扩展，交易慢。以太坊生态繁荣，支撑 DeFi、NFT 等，但受限于速度和费用。Picoin 背靠庞大的先锋社区，正在积极建设应用生态。如果未来 DApp 生态完善， Pi 将成为区块链和普通用户之间的真正桥梁。所以，如果说比特币是数字黄金，以太坊是世界计算机，那 Picoin 就是普通用户的区块链。它的意义在于让区块链真正走入日常生活。量子安全与协议升级 Pi 的隐藏优势。除了用户层面的易用性， Pi 在技术安全性上也走在前列。要知道，随着量子计算机的快速发展，很多传统加密算法在未来都有被破解的风险。而 Picoin 已经率先通过了欧盟量子网络安全认证，这是一个极具含金量的认证，证明其在抗量子攻击方面拥有先发优势。与此同时， Pi 的主网也即将升级到 Stellar Protocol v23 版本。这一版本最大的特点就是可扩展性和吞吐量大幅提升，能够支持海量小额支付。这意味着未来 Pi 不仅可以作为储值工具，更能够直接应用在日常支付当中，比如日常购物、跨境转账、小额支付等等，都将因为协议升级而变得更加高效。为什么现在是积累 Pi 的黄金阶段？很多人会问，现在挖 Pi 还有意义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根据团队的规划，随着时间推移，挖矿率会越来越低。预计到2028年之后，每小时的产出将非常有限，甚至普通人可能根本买不起足够的 Pi。而目前 Pi 的价格还没有被市场完全释放，正是积累和储备的最好阶段。再加上越来越多的第三方平台正在上架 Pi， 为未来生态提供了流动性，这些都是积极的信号。所以，无论你是老先锋还是新加入的用户，现在坚持每天点亮，积累属于自己的 Pi， 都是在为未来埋下重要的伏笔。回到开头的话题，这次中文区迁移的加速，其实就是整个 Pi Network 发展进程的缩影。我们看到团队在技术层面不断迭代，在社区治理上逐步稳健推进，同时也在安全层面持续发声，提醒大家防止诈骗，保障资产安全。Pi 与比特币、以太坊相比，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线。它不是拼算力，不是拼资本，而是拼社区的广度和信任的深度。未来，如果 Pi 生态真正成型，它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价格上，更在于它让全球数以亿计的普通人第一次有机会平等地参与到区块链经济中来。所以，如果你已经在路上，坚持下去；如果你还在犹豫，现在仍是最好的上车时机。Pi 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而我们正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并转发，让更多先锋了解最新进展。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对千亿的看法和期待，我们一起见证 Pi 生态的未来成长。